最近呢，天气也越来越热，夏天到了。对我们很多50岁以上的女生来说，这个季节真的很挑战，脸容易出油，防晒油又黏黏的，好不容易化了个妆，一到中午又花了，连穿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完全懂这种感觉。今天呢，我就来一次解决大家在夏天的困扰，从保养、彩妆到穿搭全部都有，特别是一些非常好用的，让我们在整个夏天感觉清爽舒服又自在。防晒一定是夏天的第一名，但很多防晒对我们来说呢，有时候不是太油太白，涂上去呢像面具一样。我现在找的防晒呢都有几个标准，第一一定要轻盈，不厚重不黏腻，第二个就是不泛白，还有就是它们一定要是 SPF 50以上的防晒系数。有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呢，我一直最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 Hermes 这个防晒，它很轻薄很清透，很有水润感。如果没有看过视频的，可以去我之前的视频去看一下，我在这里呢就不再具体的叙述了，否则这个视频就太长了。这几个呢都是比较清爽轻薄不黏腻，在这里呢我就不具体一一介绍了，可以去我之前的视频里看一下。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平日里去擦的防晒。如果你今天要去海边出去旅游，会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呢，我就比较推荐安耐晒和碧柔的这两款。每次我知道我要出去会晒一整天，我就会用到它们。安耐晒这款呢也是比较轻盈的，我选的质地，它是属于胶的这种乳状类，抹开之后呢也很轻盈很轻薄，不会闷痘，特别适合如果说是夏天你要暴晒的时候，而且也不会泛白，抹开以后它就变成透明的，特别适合呢去户外旅游啊，或者是需要去度假长时间在外面晒的时候呢，就比较适合用到它。擦完以后呢也不泛白。另外一个碧柔的呢也是同样的这样的质地，很水润，它也是属于乳状液的，也是属于乳状质地的，也很轻薄，抹开以后就变成透明的了，也不会泛白，很水润，都是清爽质地的防晒。记得另外要提醒大家，出去旅游或者是一天在外面暴晒呢，一定要记得防晒不只是脸，脖子手臂在夏天都是要补的，这几个地方呢是最容易晒出晒斑的。在夏天最烦的呢就是明明早上化好了一个很好的妆，一到中午的时候呢就出油出汗，妆都化掉了。我推荐了这两样东西，如果说你是干性肌肤的话，我比较推荐 RMS Beauty 的这个 Primer， 上妆之前去用到它呢，就可以尽量保持我们的底妆服帖，不太会容易脱妆，而且呢对干性肌肤的人呢是比较友好的。那如果说你是油性肌肤呢，甚至于哪怕你不是油性肌肤，在夏天呢我就会用到这个控油的 Primer， 主要是在我的鼻翼两侧或者是毛孔比较大的地方去稍微的擦一擦，它是可以起到控油，并且呢有修饰毛孔的作用。在上妆之前用了它们，可以让底妆持久很多。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是控油的 primer 会对自己皮肤很干，它就是那种非常滋润的 primer， 擦上去就是给你的皮肤很丝滑很丝滑。比如说你鼻翼两侧的毛孔比较大，它可以起到一定的修饰作用，让你上底妆之后毛孔没有显得那么大。另外呢，让你整个皮肤看上去比较平滑。我一般就是在夏天有时候会在鼻翼两侧用到它，平时我就会用到 RMS Beauty， 因为它里面不仅含有很多的护肤成分，又能够保持我的底妆持久。在夏天呢，我就建议大家做减法来化妆，越轻越好。在底妆方面，可以把粉底液换成 Tint Moisturizer，或者呢又是可以 BB 霜 CC 霜都可以，再加上局部的遮瑕，就能达到自然又清爽的效果。我自己呢就很喜欢用到 NARS 的这个 Tint Moisturizer， 它比一般的 Tint Moisturizer 的遮瑕力稍微强了一点，但是妆感也不是很厚重，很轻薄很自然的妆感。另外我自己呢在上个视频也有介绍过 Johnson's Beauty 的他们的 Tint Moisturizer 和他们的底妆棒，这两样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的。最近眼角不小心在后院弄花弄草的时候呢，被虫子咬到了，自己就抓破了，就这边有一点红红的，我就不想用太多的遮瑕去遮掉它，想让它自己就是慢慢恢复，尽量少上一点底妆。我用了这个 NARS 底妆，然后呢再用 Johnson's 的底妆棒，因为我知道它的成分是比较干净的，在我红的地方呢是稍微遮一点，然后黑眼圈呢稍微遮一点，这样看上去呢妆感比较自然，而且它的成分又很干净。另外夏天眼妆是
最容易出汗出油模糊的地方，所以不管是眉毛眼线呢，尽量是可以用 waterproof 的这一类的防水的眼线或者是防晕的睫毛膏，那是必备的。最近我看到这个 Unleasha 韩国的这个眉胶，我就买回来试，它好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定型我的眉形，在夏天呢也不太容易脱妆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给平时不太化妆的人去使用，你一定要很会用这些眉胶，手脚一定要快，像我自己就是不太熟练不太会用的，有时候眉胶一擦上去呢就会硬硬的，很难再去用其他的眉笔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是很熟练的话，在夏天用了就能够很好的定型你的眉形，但如果你不是很熟练的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用。夏天画眉毛，说到防水的眉笔呢，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 Benefit 的这样的眉笔，它不太会晕妆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 NYX 的这个眉笔，它也用起来很方便，比较适合新手使用，因为它是一根的，你可以一根一根这样去画出一个自然的毛流感。这些防水的眉笔呢，就比较适合在夏天用。另外还有就是眼线笔，眼线笔呢 CanMake 这个眼线笔也很好用，在夏天不太容易晕妆，因为我们到了夏天特别是眼角周围出汗出油的情况比较厉害，所以这个眼线笔呢就比较好，不太容易晕妆。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用防水的 mascara 睫毛膏，也是 CanMake 这个睫毛膏，它是防水的睫毛膏，一整天下来呢也不会有熊猫眼，不会晕妆。但是这一类防水的彩妆呢，你晚上卸妆的时候一定要 double cleanser， 一定要双重的卸妆，要用卸妆油，然后再用洗面乳，要把它洗干净。唇妆呢，我最近特别喜欢用到这个 Verse 的 Tinted Lip Serum， 它也是那种笔状的 Lip Serum， 它不像一般的唇釉擦上去没什么颜色，它一擦上去呢，这个颜色就比较显。在夏天呢，我是最喜欢用有色的唇釉，它可以保湿又有颜色，不会沉淀在唇纹里，特别适合50岁以上的唇部。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 Verse 的这个品牌， Verse 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以前就是 Merit 的这个品牌的创始人，所以它里面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比较干净的成分。另外它的唇色持妆效果也是很久的，不像一般的唇釉你擦完之后没多久又要开始补了，它这个颜色的持妆效果我觉得比一般的唇釉时间长。另外我不得不说这个补妆神器，特别是在夏天平时我们包包里都会放一些吸油纸，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出油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些油脂马上吸掉。另外这个它是属于 Gel to Powder， 之前视频里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在夏天除了你平时包包里需要放一个吸油纸，随时呢可以帮我们吸掉一些多余的油光油脂，这个呢也更加好，因为它是属于 Gel to Powder， 它摸上去是胶的，但是等你擦在这些油光的地方，马上就能帮你的油亮的地方按下去，就变成哑光了，很神奇，也不会让你有那种粉感很重的，它就是那种透明的，随便你就可以在你油光你觉得很亮的地方去按压，不会让你有那些补过妆白白的那种粉状的感觉，一点都不会有，而且也不会吃掉你的底妆，这个真的非常神奇。我自己个人呢是非常推荐的，而且价格又很便宜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容易出油，在夏天很容易出油的，这个我真的超级推荐，这是一个外出补妆最方便的好物，它不会弄花你的底妆，非常实用。那说完保养和彩妆，我一定要聊聊夏天的穿搭。很多女生夏天会说热到不知道想穿什么，其实答案就是亚麻。大家都知道亚麻面料的衣服呢，在夏天是非常透气的。亚麻面料的神奇之处呢，就是在于它的天然纤维结构，有毛细管效应。简单说，你流的汗，布料会快速的把它吸走，然后呢会让热气散掉。穿上亚麻衣服，你会觉得身上有一层微微的凉意，这不是错觉，是真的物理降温。对我们这个年纪，如果你是有潮热困扰的女性，亚麻的衣服呢真的是救星。但是亚麻也有它的缺点，特别是100%面料的亚麻，它很容易显皱，打理起来呢也比较麻烦。像我身上这件呢就是 Uniqlo 的，其实我洗过了也并没有怎么烫，它的褶皱感呢其实是那种很有高级感的褶皱，100%的纯麻其实是最顶级的选择，透气性和吸湿排汗都是最强的，而且呢它就是会越洗越柔，
越穿越有味道。虽然唯一的缺点是容易起皱，亚麻面料的褶皱它是很随性很高级的，它并不是一个缺点，那种自然的垂坠感反而让人看起来很有品味。你同样也可以选择混纺的亚麻，通常是麻和棉，或者是麻加涤纶，这样的好处呢就是更好的打理，比较不容易皱，价格呢也更亲民很多。如果你觉得平时打理亚麻衣服比较麻烦，或者是工作上需要整齐形象，那混纺呢就是很好的一个入门选择。我自己最爱的就是宽松的亚麻长袖上衣加上亚麻宽裤，全麻一套，这样的组合既凉爽又有型，而且很显瘦。亚麻面料它是有一种自然的垂坠感，它不会紧贴你的身体，特别对我们50岁以上的女性身形非常友善。在颜色方面，夏天呢比较推荐米白、卡其色，一些饱和度比较低的颜色，这些中性颜色呢比较耐看，而且搭配任何配件都好看，看起来呢也更清爽有质感。这次看到打折的时候呢，顺便买了一件粉红色，也很好看。好了，今天就介绍了一些我在夏天必备的清单，总结一下夏天的核心：要防、清、补、透，防晒要做好，底妆要轻薄，方便随时补妆，还有要穿透气的衣服。如果你有喜欢的夏日产品或穿搭秘诀，欢迎在留言框留言给我，我也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过夏天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那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